台军高层扬言，解放军战机弱进领空，算是第一击。谁给他的胆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引发台海军事危机以来，解放军通过军事行动改变了现状，台海进入到了新常态。最近，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又开始咋呼起来了。面对解放军无人机数次进入金门上空，大陆民用无人机也不断给台军送茶叶蛋和榨菜的新情况。邱国正首次表态说，只要解放军战斗机进入台湾所谓的领空，就算是对台发动了第一击，台军将做出反击。而一旦台军对解放军的战斗机开火，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内战将再次点燃，也可能就此开启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邱国正在接受质询时表达了以下几点：海峡中线本就是一条默契线，不受法律条文约束，但这个默契已被解放军毁掉，且难以恢复。第二，大陆军机和军舰近几个月来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无论在数量和范围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现在已变成新常态。第三，以前台军认定解放军开炮是第一击，但是现状已经改变了，需要做出调整。他认为飞越台湾岛的航空器算是第一击，战机飞越台湾所谓的领空就是第一击。解放军的对台演训都是为作战进行准备，封锁是一个阶段，要看后续如何进行。从邱国正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或者是得出某些结论。由于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所造成的台海新常态已经成为了现实，台军也开始不得不面对这个新局面。由于没有了台海中线作为战略缓冲，台湾本岛又几乎没有战略纵深，台军的防御作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台军应该把解放军的战机进入台岛上空算是第一击，将对解放军的飞行器进行开火攻击。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台湾岛的所谓领空其实就是中国的领空，中国大陆的战斗机、无人机等航空器完全有权利进入这些区域。而且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后的锁台演训中，解放军的军舰也靠近了台湾岛的12海里范围内，这原本就是新常态的一部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台军为何把所谓的领空划为红线？因为台军的防御战略纵深被严重压缩，失去台海中线这个默契之后呢，等于宣告台军的防御作战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反应时间。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一旦中国大陆的战斗机或者是无人机进入台湾岛所谓的领空，那么台军如果发动第一击，其后果是什么？我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一旦台军的防御系统胆敢对中国大陆的战斗机或无人机发起第一波攻击，那么就预示着台军打响了第一枪，也预示着解放军武力统一的行动就此开始。因为此举很可能会加速两岸统一的步伐。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